大家好，我是易子香，今天是2020年11月26号，那就是美国的感恩节。那作为一个英国人，我不怎么过这个节日，但是我过过，好像过过一次，就是两年前，就是我去美国找我弟弟的时候，我们是一起过的。然后当时我觉得是个挺好的那个节日，是因为就是一个原因，那就是那天我们都说我们对什么心存感激。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习惯吗？习惯行为，然后就让我想起以前有朋友跟我说，哦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怀疑自己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自己就是在某一个方面不够好的时候，你应该反省一下，就是你应该在你的记忆中找，嗯，你对什么感到感激，你一定会有答案。他们是跟我这么说的，然后我也觉得是对的，因为我本来是那种就是经常会怀疑自己，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不够好的这样。但是如果我利用一段时间反省一下，我知道一定会有让我感到感激的事情，一定会有的。然后我一知道这件事情，心情变好了，好一些了，或者让我感觉好一点点的了。但是我觉得那比那刚才过去的1秒已经好的，对吧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习惯，就是说出来你对什么感到感激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我对什么感到感激，就是2件事情。第一，就是我很感激我对语言很感兴趣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本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，对，就是某一个地方，就是场合有很多人，我是那种不敢开口的人，但是语言就是给我勇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给我勇敢。然后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对，然后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学习语言。就是小的时候，我学习法语和德语，然后那个时候有机会在法国和德国学习旅游。那个时候学习语言就是给我个机会出国。我觉得第一次我应该9岁嘛，我以前万万没想到我会有个机会学习中文，然后我学到这种程度，然后我可以跟朋友一起聊天，跟老师一起讨论某一个话题，我也可以看电影、看小说，那我怎么不可以感激呢？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对我来说，而且语言就是给我勇敢。对，就让我很高兴。虽然我还是给我自己有一点压力，因为就是我很想提升，但是我知道我周围有朋友、有老师、有愿意帮助我的人，所以我知道我不会迷路了。就这样，那就是第一，我觉得挺简单的吧。然后第二也是这么的简单，就是我很感激我家人。就是我家人他们一直支持我，他们说你想做啥就做啥吧，他们是对我这么说的。他们觉得我没有让他们失望，他们知道，他们一直很鼓励我，
然后我很感激他们，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事情，他们也忙吧，他们也有自己的事儿，但是他们还是会就是找时间鼓励我、支持我，我很感激他们。不仅是爸爸妈妈，也是我弟弟。我弟弟在美国嘛，现在，然后我知道，如果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一定会接。然后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他，但是我不喜欢依靠他，因为他在美国嘛，就是他也很忙，他有自己的事儿。但是我知道我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一定可以跟他讨论，一起就是跟他一起解决。如果我需要他的帮忙，对，是这样。那我也应该说我说家人的时候，我也包括我亲戚，就是我家庭成员然后我觉得，对我们家庭来说，这是个可能有点奇怪的事情。让我先解释一下，我的好多家人那个亲戚，他们都他们都住在尼日利亚，大多数都住在尼日利亚。然后我自己没有去过，我也没有见过他们，但是我还是很感激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。我知道他们在尼日利亚一直很关心我吧。我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感到我很感谢他们的鼓励，他们的支持。然后他们可能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，你们也不知道，就是去年我奶奶她去世了，然后我在以前拍过的视频里面说，她是我为什么学习约鲁巴语的原因的主要原因。然后她是去世了以后，我觉得我的灵感就不见了，嗯，然后其实我发现了我的奶奶是我们的家庭的，我的奶奶她是我们家里的主心骨，然后虽然她现在不在了，但是我的家人他们还是在，所以我的家庭成员他们成为了我的灵感，就是学语言的，就是学约鲁巴语的原因。因为我希望，不是希望，我知道以后我一定会去尼日利亚，然后我会给他们带来个惊喜，那就是我跟他们说一口流利的约鲁巴语。对，这是我的愿望。然后不是愿望，是计划。对，然后我知道这样做会让我的奶奶骄傲，她会感到骄傲。嗯，就是有点严肃吧？我不是这样子，就是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现在，因为嗯，今年我觉得就是今年每个人来说特别的难，但是我觉得好幸运，很感激可以在家里拍这样的视频，然后跟你们讨论，跟你们说话，分享就是表达意见，分享心里话，嗯，然后我只想说，你们尝试吧，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你有点觉得，我我不行了，我觉得就是反省一下，找一些嗯宝贵的时候，就是在记忆中就找到一些宝贵的时刻，然后我不是说你会
马上搞星期来了，我不是这么说的，但是你的心情会好一点点，至少一点点啊，然后可能会改变你的视角，会给你一点勇敢，打鼓气，对吧？那我到此说完了哈，我觉得我说的太久了，我只想说我对什么感到感激。那谢谢你们看我的视频，祝你们感恩节快乐啊！那下次见，拜拜。